来吧，新玩具 MPM15的电影版吵闹，哇，这个东西应该是很多人期待已久的了吧？突然又想起那个梗啊 ，MPM 的救护车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作，这不后边还在出着吗？盒子的外包装也是一如既往的效果。官方的产品，尤其 MPM 啊，第一个关心的原产地，越南这玩意儿。一张开页的线稿说明书。我们来看玩具的实物，除了这一回身上搭载的这些武器外，还有一大堆的特效件。咱也是把它插一下吧，很软很软的这种材质啊，玩起来倒是不担心损坏，这点是挺好的。在坦克形态下，全部搭载就是这样的效果了。其实说起来，这回越南的产品啊，做工还可以，说得过去，把玩起来变形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就是感觉啊，依旧料子偏软，再有一些地方吧，这模具。我觉得精准度是没啥问题的，就扣合起来一些插扣的位置比较松，阻尼感不是很好，插进去容易弹开。不过这也是官方现在料子的一个老毛病了，问题不大，不太影响变形。来看一下坦克上面的细节，后边这2块导弹的部分是可以旋转的，上边的这个炮台可以单独的旋转，炮管可以上下的抬动。下方的这个主炮台也是可以旋转360度的，但是给我感觉是啥？怎么往这边扭一下打横的时候错位感特别的明显呢？好像这个轴有点太靠前的样子啊！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大家感受一下，这感觉是不是有点诡异？另外就这一块窟窿眼真的太明显了。你说它是一个 MPM 级别大师的玩具啊，结果一转炮台这边露出来这么大一块空间，我觉得真应该加个板子堵一下吧。也是相信后边肯定还会有什么第三方的配件包给它做一个填充的。主炮管也是上下可以抬动的，但是因为涉及到变形的需要啊，这个炮管子有非常多的转轴，而且这些转轴没有什么明显的卡位地方，就感觉像个大象鼻子一样耷耷拉拉的，挺诡异的。前方扫雷铲的部分啊，刻画涂装都还不错。底盘来看的话，倒是也算是空间利用的足够了啊。履带也有一些细节的涂装刻画，所以它是可以推车的。基本上坦克形态就这么个意思吧。我们直接来开始进入它的变形过程。首先第一步。说明书让你把这2块零件啊向前这样的掀开，但是这一块其实绊得挺严重的。先把扫雷铲根部这里方有一个插扣，把这个扣子卸开，稍微的往下松一点点，然后还是要转一下。先把炮台转横了，往上推，根部这里有一个插槽的滑扣。让出来以后再旋转这一块，把前方这里根部有双关节搓动一下，把它立起来。这一片装甲打开，我们再看从这一片拉，如果直接的往开这样顶的话，上面的炮台是完全阻碍的，你只能靠着韧性往开别啊。但是官方的这个料子，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去操作，还是转一下，让开这个缺口。再拧过来，哎，边拧边往开拖，根部这里的双关节搓动一下。接着挑起来2个炮，这一块的盖板盖得不老严实的，往起立一下，拉起根部的这个转轴来。炮台后方这里左右结合的地方，插扣解锁开，打开，腾出来更多的空间。中间的这个炮管子立起来，旋转180度。顺着这个凹槽的缝隙刚刚好扭过来，腾到这样的空间之后，再把这一块的根部啊旋转90度，这边有一个挡的位置啊，折到头就行了。然后再通过这个炮管子卷动的双关节，这里边的扣子结合上，再把这炮口的火帽，也给你卷过来，拐了个弯儿，盘成这个样子就好了。啊，你说这个设计吧。也是为了隐藏这个炮管子啊，但是在坦克形态下太影响美观了。继续来变形，建议还是先把双腿做出来啊。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扣子先掰松，然后2片装甲左右打开，侧面这里
和履带连接扣子的位置啊，这里划一下，把这一块调松，这里有一个滑扣，稍微的往起立一立，全部卸松之后，后边的这一圈轮子往里折，里边还是有插扣的，到了位置就有固定的地方，这一块的插扣左右也划开，翻折对插，翻折划开。这个时候就可以掰开这根部的齿轮关节，把它打松掉。调高一点，我们看腿部的变形，抠着这个地方卸开扣子，根部这里是一个双段关节，记得从上方的这一段，侧面这里的这一片也是打开以后让过来，这一片履带对折一下，此时就可以把这大脚板打横，再扭一个90度朝前，再让过来之后，腿部的空洞对折，把这块装甲盖在腿肚子的内侧。外侧这里的变形，翻开里边的一个小装饰零件，上边的这一段对折下来，然后外边的这一段再对折，根部都是双关节啊，记得把它折到底，折成这个样子，再往里插合。嵌过来，小腿肚侧面的这块零件往前滑动，里边有一个扣子进行结合，就把整个腿部外侧这一块圆滚滚的造型装饰出来了。但是吧，就刚才我说啊，这回这个料子的问题，其实这些地方都是有插扣的，你对准了的话就插进去了，但是意义不大，因为这些插扣没啥阻尼感，太光了，或者说料子太软了，扣起来看似是扣住了，一碰就开。脚丫子的变形，左右2根脚趾头打开，脚尖这个部分2个脚趾头立上来，脚后跟2个脚趾头掰过去，脚背上的2个装饰零件扣过来，里边的这一根扣到底以后，使点劲儿，嘣一下，这锁定住了。2只脚都变完，注意一下，其中一个脚型根部有一个插桩，90度把它立起来。现在下半盘就全部搞定了。肚子的这一块肚兜从根部这里拆出来，上方这里有2个插扣固定着，然后左右2片装甲打开，脑袋往出翻一个90度，先把这一块零件压平，这2个扫雷铲放下来。从这个角度看，扫雷铲根部这里边是双段的关节，我们把这2个带黑色关节的地方对折 Z 字缩短，先做这一步，缩短它，料子也是挺软的。然后上面的这个盖子往前推，180度翻折，根部这里有2个扣子，把它结合好，定位，放过来。再看侧面这里，里边的内导轮往里边压一点点，接着再往里撇整个的履带，撇过来的时候，中间这里有一个凹槽，把这个销子插进去，进行一个这样的定位，肩膀就成斜着的一个造型过来了。2边变好之后，我们把这扫雷铲子稍微的挪一下，这根部的球形关节还是挺紧的。好，打开开口，就可以把这一片整个的拉起来，再让过这片来，包上去。脖子后方这里又出现2个插扣，把它结合，按紧。前方的扫雷铲折叠，顺着开口的球碗摆一个斜着的角度。来看胳膊的变形，把这一片双关节折开。然后在根部这里会有一个插扣，打松，旋转开，这里边对折，折到头，根部这里有一个小的卡槽，定位，咯噔儿，好，这就挂住了。然后再往外旋转，顺着这个双关节绕过来，往这边贴，又有一个卡槽对紧，锁上。肩膀的装甲贴到这个位置。下方的这一片呢，先把这个小的三角区域双关节对折翻到这一侧来，
根部这里啊，顺着双关节往起立，这块还挺紧的。立好之后，这个卡槽刚刚好跟刚才翻过来的板子定位结合在一起。下方这里的板子呢，再一个双关节往上推，填到这个窟窿里边去，结合。那这条胳膊基本上就这样变好啦。手指头顺着里边撸出来，接着肩膀这个位置啊。这儿有一个90度的打横，然后往下掰这个齿轮关节，此处出现一个无损的咬扣，挂在肩膀上这个方洞的位置，往上结合，锁上。拧到正面来，调一调这个关节的走向。这条胳膊我们就搞定了。刚才我们立起来的这根大大的前装甲板。把这一块分段折叠一下，再往内对折，对到头，此处也有一个卡位啊，只是定一下位儿，放好。然后往回卷的时候，注意调整这个根部的双关节，上方这块面板有一个小的插槽，把这里进行定位。两面的背包调整一下，卷成这样的 V 字造型。后边的这一块，把这个炮旋转180度放过来。然后根部这里，把前方的这2个装甲片对折一下。然后这时候啊，说明书这一步没仔细画，此处能翻出一个无损的咬扣，对应里边的方洞，把这里插上。关键在于你背后的这一片装甲，你还得来回调一下，刚刚好压到这个缝隙里面去，让这个摞起来，结合。哎，卡住。卡住的同时，再调整一下这一块炮台的根部，这里还有2个小方扣子，再对应侧面的装甲插上。其实也相当于一个环环相扣的背包锁定了，这样锁起来背包还挺稳固的，完全不会松散开啊，很好。炮管撸好，我们把侧面的这一条拉到上方来，使点劲儿，根部又有一个卡点的地方，锁住。这2块旋转到尖头，根部这里打开，翻到头，这个盖子根部又有一个插扣的连接。与此同时，我们要把这一节打开，翻折一下，小的天线立成竖着的样子。根部的这个卡槽记得摆好。最后还有一个小细节，腰带这耷拉的这一条履带旋转90度立上来，往后折。这个时候啊，它有一个向上翘着的过程，也是摆成斜着的，里边有一个扣子，把它搭一下，变成了这样斜着的角度。腰边，哎，这些小细节设计倒是蛮用心思的。好，折上去以后，把胯部这个软胶的角再撇出来，很柔软的材质。咱们再把最后的武器往胳膊上一插，那么好 ，MPM15电影大师级的吵闹就变形完成了。整体来说吧，这个变形过程我还挺喜欢的，挺享受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设计方面是要比上一款碎骨魔给我的感觉更加的喜欢一些。碎骨魔有一些零件在变形的时候其实还挺难受，比较半手。这一次的吵闹可以说是一马平川式的变形，许多扣子啊，其实你只要变形到位了，它都会在那个地方等着你。还有环环相扣的卡扣锁定和各种维度的咬合，让这款把玩起来其实并不会出现太松散的情况。我尤其喜欢背包这一块的锁定感觉，但问题也出在了这一回的料子。哎，还是那个 MPM 由来已久的老料子问题，太软了，阻尼感相当的糟糕。你看，尤其腿部这一块的装甲面板，你就是扣上去了，一碰也开。所以啊，设计师可能也是考虑到了这些料子的因素吧，所以才会把
不太稳定的背包这一块用了很多的维度锁扣把它锁定起来就没问题了。但让设计师没想到的是，最不应该出问题的腿部这一块，虽然只设计了一个单方向的这种插扣啊，就导致了料子有点驾驭不住了。不过其他方面来说还不错吧。这一回的越南人挺争气的，竟然没有出现什么特别明显的歪轴以及扣不住的现象。变形过程基本上是没有压力的。我们来看细节，官方产品尤其大师级头雕这一块做的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其实吵闹有一种那个矮人骷髅头的那个意思在里边，嘴巴这里有一段活动关节可以张开，里边也有牙齿的刻画，眼睛上面的细节以及眉骨上边这里的刻画很精致啊，层次感也比较丰富。这一回的吵闹我觉得涂装方面做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比前几款那种很缺漆的效果要好很多。这回的吵闹你就算不做精涂装的话，就现在玩具实物看起来素质也是可以的。后边的小导弹放在肩头，这里也有不错的摆动空间，搭配一些场景出来的效果也很好啊。尤其再加上那个特效键，肩膀这里很清脆的齿轮关节，但明显也能感觉到是拨片式的，能做到平举。360度旋转，这里也是齿轮，没什么虚位，这个很好啊。左右肩膀这里进行旋转，胳膊肘从这个地方也可以旋转，弯折也能达到90度。手腕根部有旋转的空间，后2根手指是连在一起的，前方这里也有2段的可动范围，大拇指根部独立的变形需要的关节轴。腰腹部这一块的刻画非常不错啊，饱满性、一体度都很好，而且把这个履带分段式的折叠斜着摆放过来，在造型上边又会显得很灵动，而且这种机械堆叠的这种质感很有电影的风味，这一块设计的真的很好。腰部左右可以进行一点点小幅度的旋转，但是没有弯腰关节。胯部的齿轮关节是这一次做的我最满意的。侧踢明显的感觉到都是很密集的小齿，而且虚位什么的基本上不会出现，侧踢90度是没有问题的。前踢是从这一块深灰色的零件直接根部旋转，很硬啊，而且每一齿和每一齿之间，你看完全不会有虚位，定位感非常的好啊。官方终于会做齿轮关节了，这一点真的太让人感动了。平踢90度是没有问题的。后踢因为没有什么装甲的干涉啊，竟然也完全没问题，可以踢到很高。我太喜欢这个齿轮了。大腿根部虽然左右不能旋转，但是它从膝盖位置这里左右转的。膝盖位置齿轮关节横折可以达到90度，硬硬的。最大的优势就是这回它完全一点虚位都没有，太爽了。腿部的造型刻画其实也很好，能想着把装甲片里外包对折，这样去实现出来腿部的一个非常畸变的造型转换，能把那方方的装甲包到里边，外边又做出圆刃的效果，都很好啊。只是材料跟不上设计师的脑洞，这个完全就扣不住嘛。脚踝左右有接地，一点点幅度啊，前后倒是没有什么活动的范围，倒是可以左右的旋转。而且大脚趾这回刻画的很好，完全延展开以后折叠出来的这么多脚趾，支撑的稳定性相当不错。造型方面来说，自然也是更加还原的。武器方面的细节刻画的也还可以啊，很多层次的堆叠和一些内钩的展示，相当精致了。另外一根的大臂爪加特林，做的完全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噱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方拔下来。里边是无损的咬扣，换上这个断臂的特效键，这个也是软胶的材质啊，相当的柔韧。胸口这里再插上这个中弹的特效键，再把这些特效键插上，为啥还会有一种吵闹即将悲壮赴死的那种史诗感呢？把加上特效键以后，会呈现出这么壮烈的感觉。不得不说呀，官方在每一次制作这种反派角色的时候，我觉得都会特别的用心。这次的吵闹确实不错，
尤其是在人形状态下，对于电影里边的还原度是相当高的，很用心的这些特效件融入上去以后，还加了一个坏了的断臂效果，可以说也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感觉。变形过程非常的好玩啊，虽然说明书画的乱七八糟，但是你仔细自己研究一下，能体会出来这个设计师想在这款产品上表达出来的这种乐趣的感觉。可惜呀，为了迁就于这个还原的人形外观，我觉得坦克形态做的就有一点拉胯了。毕竟保证了人形的一个高还原度啊，坦克有一些零件也是没有地方去收纳了，或者说没有更多的盖板来遮挡那个非常碍眼的空洞啊。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了这次的用料上边，一些卡扣吧没有阻尼感，它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定位。反正只要是摆造型的时候，你稍微注意一点吧，问题不大。尤其对于喜欢电影的玩家们来说 ，MP 现在已经完蛋了，现在都记了 ，MPM 也且玩且珍惜吧。所以这一次的吵闹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但是也有一些小瑕疵。毕竟是官方的产品，尤其是大师级这几个字摆在面前的时候啊，它就是属于变形金刚殿堂级的头部类产品，售价又卖到了那个份儿上，所以玩家对这个系列要求高一点，我觉得是应该的。但这一回的吵闹，各方面的素质来说，虽然坦克形态差了一些，但也算没有败坏大师级的这个名声。最关键的是，越南人这一次的做工竟然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小伙伴们应该可以放心的冲了。那么得了，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